为什么近期大家都在买债券？到底债券有什么好处？它的回报率真的有比股票还要高吗？而债券和加息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如果要投资债券的话，又应该怎么操作？今天这一集我将会好好的来和你解答所有关于债券投资的疑惑。那看到影片的最后，还会给你附上一个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 让你快速掌握财富增长的投资思路。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首先带你简单的快速认识一下什么是债券。购买债券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借钱给政府或者是公司，然后他们每年会固定给你这个利息的，就很像是你和银行贷款借钱需要支付利息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债券呢，它会有一个成熟期，可能是3个月、半年、1年、10年，甚至是20年。那当到成熟期的时候发债的一方呢，就会还回给你的这个本金了。比方说，你花了$1000买了一个10年的国债，那假设每年的利率为5%的话，那你每年呢就会收到$50，每年50，一直到第10年的时候呢，你就会总共拿到$500的利息了。那再加上成熟后的$1000本金，就会是$1500了。第二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债券它是有一个价格的，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买了债券 A 之后，我是可以把它给转卖掉的。那当然有买卖呢，就会有这个价格的高低了。那不可能我爽爽会把一个债券给卖掉的嘛，收这利息不是更加好吗？所以呢，一定有更好的利益，我才愿意卖掉我手头上的这个债券的。那这就来到了投资债券的关键了，答案就是债券的利率。你想想看，假设今天我买了一个债券，它价格是$1000，利率是5%，然后呢出了一个新的债券，同样是$1000，但是它的利率呢则是6%，那还不赶快卖掉手头上利率只有5%的债券，跑去买同样价格但是利率却是6%的债券？因为呢，债券的这个利率呢是固定的，而当我们在抛售掉手头上的债券的时候呢，我肯定是要降低一点价格，比如$950，这样别人才愿意跟我买嘛。不然的话，他就直接买利率6%的这个债券，不是更加值得？而目前美国政府持续的加息也来到了5.5%，这就导致了新的债券的利率呢也会跟着提高到了4到5%左右。简单来说，当政府加息的时候债券的利率呢就会提高。而旧的债券的这个价格呢，它就会降低，因为大家都在抛售，跑去买了这个利率更加高的债券。那相反的，假设今天政府降息的话，旧的债券的价格呢就会提升，因为新的债券的利率呢它就会变低了，所以大家呢更愿意花多一点钱去买这个利率更加高的这个旧的债券来收息。这边呢，我在实战给大家看看对比哦。那这一个标的呢叫做 TLT， 是一个专门投资长期债券的 ETF 基金。从2020年开始加息的时候呢，到现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呢，就跌了40%。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联邦储备局 Fed 一直在加息嘛。而如果你倒退看到从2008年这个美国开始降息到0.25%的时候，你就会看它的价格呢是持续在上涨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觉得接下来的美国是会降息的话，那你就可以投资这个 TLT， 因为它的价格就会上涨。而如果呢，你觉得它还会再升到你躲在家都不敢借钱的话，那你就不要去买它，因为呢，它会持续的在下跌。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开始投资债券的原因，因为相对之下，大家会认为美国加息是有期限的，当通膨降下来之后就会进行长时间的降息来刺激经济了。那同时间呢，加息是不利于股市的发展的，因为呢，公司借贷的成本就会变高了。那要是有更高的这个利息的话，所以它的这个净收呢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进一步的就会减少扩充的打算。那当然，优秀的公司呢是除外的，因为他们在任何艰难的时期呢都是非常的坚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投资个股的原因了。那你这边也可以看到，在景气不好的情况下呢，我目前的投资组合今年还涨了40%多的。那如果你想要学习价值投资，帮自己财富增长的话，也可以领取我用心制作的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 哦。那么之后呢，我会推送一些有关于投资获利的干货给你分享。好，那话说回来那由于当下的这个经济不是很好，那股市又非常的不确定性，很多人呢就会开始投资每年可以稳稳领取4%到5%的这个国债。那么这个国债呢，目前的价格也来到了历史的低点。
那么关于政府加息的话，大家也不认为呢它会继续加到10%去，所以相对来说投资债券的 CP 值就会更加的高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长期债券呢会比起短期的债券的价格呢，对加息呢来得更加的敏感。比方说降息1%的话，那么长期债券呢可能就会涨个5%，而短期债券的价格呢只会涨个1%而已。而如果你投资短期债券的话，就可以参考 SHY 这一个标的，它主要呢是投资1年到3年短期国债的 ETF 资金。那目前的到期收益率呢也有一个4.99%哦。而如果你想要平均一点，有短期债券也有长期债券的 ETF 的话，那就可以投一部分在刚刚所提到的 TLT 作为一个平衡，又或者是说可以直接投资 BND Total Bond 这个标的，它是平均覆盖了短期到长期债券的一档 ETF 来的。那如果你想要投资这种债券 ETF 的话，是不用担心它们什么时候会成熟，然后你要怎样去操作去卖掉它们的这一个问题的。因为这些债券呢，它会自动帮你弄，你投入之后每个月等着收息就可以了。那如果不喜欢的话，再把它们平仓掉就行了。通常呢，你在各大的美股的券商或者交易平台都可以投资到这一个标的的。而如果你还没有美股的投资账户的话，也可以参考我影片下方的开户教学哦。那投资债券是不是比把钱收在这个银行做定存或者是固收 fixed deposit 更加好呢？其实他们都有各自的好处。首先呢，收益的部分目前呢，美国的债券的收益是5%左右，而银行的定存的话，可能只有3%不到而已。而且如果你是放定存提早脱售的话，也会有这个 penalty。那这一方面呢，债券就胜银行很多了。那讲到这边，你可能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加息都加到了5%，银行给的定存利息呢只有3%而已呢？那非常简单，因为呢，加息是给银行借出贷款时候的那一个利息的利率，而不是呢你放钱在银行走那个定存的利率。也就是说，银行贷款给大众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收取5%的利息，但是你把钱呢放在定存 fixed deposit 呢，它只会给你3%而已。那剩下的2%呢，就变成它的收益了。所以说，就是邪恶的银行，钱进容易出钱难，手续费就非常的高。然后呢，服务品质的话，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一下，你们的银行的服务品质是如何的。那另外一个债券呢，比股息好的一点呢，就是利率。如果我们把钱放在定期存款，很像看似我们每个月呢都有定期的这个派息，但实际上你是亏钱的。如果以马币来说好了，从2020美国升息开始，马币就一直在贬值，从4块钱的汇率呢贬值到4.5的这个价值，总共贬了15%。那如果你投资美债的话，你是用美元的，自然的就可以避免掉这个货币贬值的风险，而且呢还可以升值，换回来的话，分分钟还会赚个10%多。那当然，定存呢也不是没有好处的。那唯一的好处呢，就是它没有风险，你不用担心呢这一个会不会继续加息导致你手头上的这个债券的价格下跌，或者是呢债券违约的风险。那要是一个国家或者一家公司破产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违约，就不会再给你派息了。那这里就提到了这个债券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也就是债券评级。通常情况下呢，债券呢都会接受一个 agency 的评级机构来做评分的，看是属于低风险的债券还是高风险的。那么其中国际呢比较知名的就有 Moody's、Standard & Poor's， 还有 Fitch Ratings。他们会把债券呢分为 AAA 到 D 的等级，那么其中呢 AAA 到 BAA 是属于投资级别的这个债券，而 BA 呢到 D 的这个级别呢就属于垃圾债券。这种垃圾债券呢，他们的回报呢可能会比较高，但同时呢违约的风险呢就会越高。所以呢，当你在投资这个债券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忘记要去看一看它的这个评级是什么的。那你可以去到这个 Bond Supermarket 的这个网站去看一看，目前呢你手头上准备要投资的这个债券是属于什么评级的。总而言之呢，购买债券呢就是购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司的债务，你每年呢都会得到固定的利息，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给转卖掉。当政府升息的时候呢，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而降息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价格就会上升。而长期的债券的价格会比起短期的债券更加的对加息来得更加的敏感。目前呢，大家都在抢着买美债，主要呢就是因为目前的固定利率呢已经来到了5%，同时价格也回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的这个历史低位。
因此呢，其中的 CP 值呢是很多人买债的这个原因。而我自己本身呢也购买了一小部分的这个债券来降低我的股票组合的风险。好啦，那么今天的这个影片就讲到这里了，希望有解答到你对于债券投资的任何疑惑。最后呢，我想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你认为目前美国呢还会继续加息吗？如果是的话，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哦。我是郝烨，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我们下一期再见。